那其实日本也有做过一个实验哈，同样一个人哈，用4公里走路跟4公里超慢跑，他们在机器上做一个实验，用耗氧仪哈，超慢跑是走路的2.5倍的能量消耗，所以这个投报率很高啊。那我们不是一直讲我们时间不够吗？其实超慢跑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的还有我们秋雅洋，今天一样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今天来宾非常的特别哦，他很熟悉一项新的运动，叫做超慢跑。他是超慢跑专家许东营教练。那许东营教练到底强在哪呢？首先，他原本就是在军校负责教导军校生体能的体能教官，所以对于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运动，有多年的研究跟实作的经验。再来呢，他在提倡超慢跑之后，帮助了很多的学生减肥啊、降三高，甚至逆转了糖尿病前期的症状，也让很多70、80岁的这些学员安全的动了起来。最后是他目前在网络上面推广超慢跑的影片呢，很多都破100万观看，可以说是带起了台湾超慢跑的风潮。那还不知道超慢跑的大家，今天也一起来认识一下吧。那教练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吗？嗨，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相当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好，教练可以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超慢跑吗？其实超慢跑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训练老人家嘛，那我就在想要设计什么样的心肺耐力让他来训练呢？后来就想到，因为我在军中训练跑步训练很有心得，想说那我们就在室内做原地节拍超慢跑。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练，他在洛杉矶奥运的时候呢，他去选了50个顶尖跑者。那发现这50个跑者的步频都特别的稳定，那介于170到190。那这170到190呢，他们测出来的功率啊是相当好的，所以他跑起来很节能，跑起来又轻松，所以这个节拍很重要。那刚刚这个超慢跑的这个超慢，它到底跟一般的慢跑差了多少？它大概是多慢呢？我这样解释好了，一般我对那个体能比较差的，就是说你初学者。你尽量设定在你走路的速度。我们走路步行来讲我们讲说行军啊，对，行军大概就4到6公里的时速。一般人走路大概也是4到6公里，散步大概4点多公里吧，走快一点就快6公里。我们初学者绝对不要超过4到6公里，你就跟走路差不多，所以你跑起来就不会那么累。那但是呢，你跑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会适应这样的速度，那你会越跑越轻松。那你就不知不觉可以到6到8公里，那甚至跑到8到10公里。我现在举例来讲，一个顶尖马拉松选手，他可以时速高达20公里那他20公里的时速，你现在叫他用10公里跑，他是不是太轻松了？对。那一样，我们人会适应嘛。我只要入门的人，我就用4到6公里跑一段时间，等你心肺功能强大，你的腿部肌肉也发展越来越好，你就可以进阶到6到8公里。6到8公里对已经做一段时间的人的又变成超慢跑，所以他没有固定说超慢跑一定要4到6公里，因为我已经能力越来越好了。那我要6到8公里可不可以？可以。OK， 就是你那6到8公里呢，也是让你感觉到很轻松。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我的很多跑者说，老师，我现在刚开始4到6公里觉得很舒服，但是我现在觉得4到6公里对我来讲好像太慢了，我不知不觉就跑到6到8公里，可不可以？也很好。我说太好了，表示你进阶了，你身体能力已经强化了嘛。对，但是呢，大概一般来讲，我会建议就是最多呢不要超过8到10公里。OK， 我会希望所有初学者要谨记一个原则不是去追求速度。当你速度越快，当然能量消耗越大，但是你身体会出现的回馈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会很讨厌排斥跑步嘛。那我们假如说把那个跑步跟走路的速度差不多呢，我们只是把那个频率节拍加快。对，那其实日本也有做过一个实验同样一个人用4公里走路
跟4公里超慢跑，他们在机器上做一个实验，用耗氧仪，然后超慢跑是走路的2.5倍的能量消耗，所以这个投报率很高啊。那我们不是一直讲我们时间不够吗？其实超慢跑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为什么设定180呢？因为我跟老人家讲说170到190，他一定会再问，那到底哪一个好？那我干脆不要让老人家想太多，就是把它折中，170到190的中间值180，那1秒3步，这样就很好记忆了。那其实这样的节奏跑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心率是很稳定，而且跑起来很舒服的。刚刚讲到是在家里面原地踏步，那我们原本以为是超慢跑，它其实是要到户外到处跑嘛。跑步给我们身体回馈是很不舒服的，对，因为我们抓错处方签 ，OK 就抓到很累的处方签。那我们为了培养自己有兴趣跑步的话，我会建议初学者尽量在家追剧。我这样解释好了，我们坐着安静，心跳大概60-70嘛，正常人 对不对？那我站起来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心跳应该会提升到90到110左右。你反正你追剧看球赛都坐在那里，但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危害，因为做事太多了嘛。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健康找回来？就透过这样的原地节拍超慢跑，跑一半的时间就好。譬如你看 NBA 2个半小时，你跑1个小时就很够了。那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教练，就是刚刚听起来就是他可以训练心肺能力，在前面介绍的时候有讲到说，他甚至还有帮助一些人逆转，就是糖尿病的前期症状，或者是能够改善肌少症。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功能？我这样解释好了，我们做有氧运动会大量燃烧能量。那燃烧的能量，第一阶段取自于身体的血糖、肝糖。所以你去想，当我跑起来的时候，我的血糖会不会稳定下来？而且我现在做了大概将近10年我的糖尿病的学生长者很多，我都鼓励他们在什么时间来运动更好呢？你可以尝试饭后3-5分钟的休息以后就开始跑。那很多人说，为什么饭后就可以跑呢？不是饭后不能运动吗？但是现在很多糖尿病的医生会鼓励所有的血糖偏高，饭后尽量不要坐，不要躺。那不坐不躺，叫这些年长者要做什么？他都鼓励他散步，对，但散步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是不是改在家里看新闻一下，就把节拍器打开，就在原地节拍超慢跑？它的强度其实我刚刚不是讲等同散步嘛，但是它的能量消耗又比走路还来得好的时候，它的血糖稳定会很快。肝糖来讲，通常能够支应我们大概10到15分钟。那所以你只要一开始饭后就开始跑的话，你的饭后血糖就不会上来太快，反而会稳定下来。所以我们都很多长者照这个模式去做以后，3个月到半年，他的糖化血色素或空腹血糖都慢慢稳定下来。我们就讲到说要减脂那我们第一阶段是燃烧血糖嘛，那糖没有了，第二能量预备就是脂肪。所以你要燃脂的人呢，跑的时间要慢慢累加长，累加不用一口气。譬如说我早中晚上我各30分钟，你刚开始可以10到15分钟都没关系，早中晚你这样是不是45分钟？对。那我假如说觉得太轻松，我就慢慢加，变20分钟，变30分钟。我假如早中晚都30分钟，我一天跑90分钟。你的身体的血糖被你用完了，当然就是燃烧你的脂肪，所以你的体重一定会下来，脂肪肝也会下来，那甚至血压也会下来。为什么？当你的血管干净的时候，胆固醇下来，血压没有理由不降的。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帮网友问教练，就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运动其实应该要高强度、中高强度才会有效，所以刚刚他们听到教练说超慢跑就是让你就是不要痛、不要喘，他们可能就会有点疑惑，那这样的运动到底为什么会有效强度取决于你的能力。好，当你能力不好的人，我们鼓励年长者、肥胖的人，就身体能力比较差的人，要鼓励他进来的话，身体绝对不要让他恐惧你强度一拉高，身体不舒服，你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我们让一个人没有养成习惯，你就一直强调要用很高强度、高效率，我也知道那个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年长者？你有没有想过肥胖的人，他的身体的负担有多重？你一直给他的加压那么不舒服的话，他会坚持下去吗？所以我们的运动心理学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如何
让你的身体喜欢嘛。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回去了之后的差异，像是在上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电玩大作叫《太空战士》，它上市了，然后我最近就在狂打《太空战士》，我就稍微的没有在运动，然后马上就感觉到我睡得没有之前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晰，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下次要一边打一边超慢跑？对对对，我最近就想说来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动作？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家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件事情对自己是不是有效的？那当然，比如说体重的这个下降可能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点会让教练是有发现说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有效，然后应该要继续往下的一些关键。这个问的问题很好哈。其实人要活得健康，3件事情管理好。第一个睡得好，第二个吃得好，第三个找到好的运动。我们到底什么样才叫好的运动？我个人做20几年的体适能来讲，我认为这5点你只要掌握住就好。第一个，透过这样的运动模式，让我的睡眠品质变好，对不对？我们睡眠比较容易深沉啊，睡得比较好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神有没有变好？好像手机充饱电，隔天早上一拿就是100%。好，第二个是精神变好，第三个行动力变好。因为我可能没有运动的时候，我之前会肩颈酸痛、腰酸背痛、膝盖痛，或者是爬个楼梯就有点喘。对对对，这一些就是行动力不好嘛。那但是因为被训练以后，我这个酸痛都不见了，肩颈、腰酸背痛、膝盖不舒服都不见了，所以行动力变好。第四个，我做了那么多运动，我的身材有没有变好？就身形啊，就是看起来我的身材有没有变得越来越苗条或者越来越壮硕？这个是我们人追求美感嘛。前面4个都是形象的，就是想的。最后一个没办法用想的，看医检报告。有没有都下降了？红字变少了？体检报告有没有红字变少了？这才是好的运动吧？对。对，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睡觉这件事情是我非常有感的，因为我就开始超慢跑，大概在第一天，其实可能第一天我就已经有很感觉，因为你好好的流了一些汗，你就开始睡比较好。然后我大概这件事情做了1个礼拜之后，我刚好就是有一个之前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录影我会化妆，然后过1个礼拜之后那个妆发就进来，然后他就说，你这礼拜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说哈，你什么意思？他说你的黑眼圈不见了。然后我就说啊，少那么多？他说你黑眼圈大概少了我要遮2层的等级，你做了什么？我就说我这礼拜唯一改变就是我在做超慢跑。然后他说那这很有效，你应该要持续。那你大概1天超慢跑会多久？我都很短我都40分钟，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是看教练这边的影片，他就讲说重点就是你不要累，所以或者是你不要觉得烦，因为你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习惯，所以我就做一做，如果我觉得烦我就停下来，然后所以这件事情的长度就取决于我那时候想看的这个影片的长度有多长。对，但因为教练有说他其实可以拆开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早上可能就开会的时候，因为反正不要开视讯，我觉得会这边动来动去，然后晚上再搭一个动画什么的就可以，或者是我后来现在是进阶到我开始把我人生当中一些交通移动的时间，只要它是大概搭电车15分钟左右的，我就发现我其实骑脚踏车过去时间不会差。那我还想要帮大家问一下，那这个超慢跑有没有说特别适合哪些人，或有哪些人其实不太适合的？没有我现在接触的学生有很多，好像中风的，对。好，然后我泰国那个学生本来他去年3月还要坐轮椅，因为他是甲状腺机能低下，有亢进会瘦嘛，对，低下很会胖，然后呢，他连站立起来的能力都很困难，所以他走路要人家扶着或者坐轮椅。那上我的线上课程以后，他现在可以跑跳了。好，然后再来，我就举例说，我现在连听障的、视障的都在看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那就听我的课程啊，结果也都跟着做。然后我刚刚讲中风的人其实都很困难，但是我们假如说不做，还有谁可以帮我自己？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说，你只要担心超慢跑会跌倒，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节拍器把它设定好以后，就开始扶着墙壁，有依托嘛，或者扶着稳定的桌子。因为你怕跌倒失去平衡，你就扶着这墙壁或桌子呢，你就开始跟着那节拍，尽量跟。当你越跟越好的时候，身体产生一个律动感，就韵律感，你就越跑越好。
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想要减重，都有在关注超慢跑这个运动，但就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讨论说，超慢跑可能对于肌力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帮助。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可以搭配？我会建议超慢跑它对我们这颗心脏很有帮助，就是我们这一颗引擎，它对稳定血压，就三高来讲很有帮助，体重管理有帮助，但对抗肌少症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去讲有氧运动，它是就是烧脂肪，不是，它是用我们的红肌纤维，红肌纤维是慢缩肌，所以它不会刺激到强大的肌肉。那你要对抗肌少症，你要做一些阻力训练、重量训练或肌力训练。好，那也就是说要让自己的身体负重，那你的负重以后肌肉才会强大。那对抗肌少症也可以减缓骨松，所以这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肌力训练课程。大概有哪一些运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OK， 我们就讲说核心，譬如说年长者最怕就卧病在床。对，那卧病在床要靠哪一块肌肉启动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源头，腹直肌源头。那这个我们可以借由我的影片里面的卷腹来刺激它。当你这一块肌肉活起来，你起床起立坐下变简单。侧腹部核心就是透过手摸脚跟或脚踏车卷腹，它是让我们翻身转体要用。懂，就是老人家卧床的时候不能翻身，就是两侧腹部肌肉失能，造成他不能转体。然后你肩颈酸痛呢，你可以做的是伏地推撑。伏地推撑它是透过肩关节跟肘关节的活动，肩关节活动，你的胸大肌就会被动，然后你肩胛骨后面的肩背肌肉会动，手肘的二三头肌会动，手腕的桡腕肌群会动，也就是你透过伏地推撑就可以把你上半身练好。那做伏地推撑还可以解决什么呢？很多女性会有偏头痛，偏头痛诱发是源自于你的斜方肌，就是我们肩膀这上方的肌肉一直到脖子这耳朵这后面的这个肌肉，就斜方肌。当你做伏地推撑的时候，你的斜方肌就会强大，你的偏头痛就不见了。这很多印证哦，甚至50肩是一个旋转肌的问题，就三角肌这附近的旋转肌粘连。那你不断的做伏地推撑，因为你关节一直在动，这肌肉会撕裂，把那个原来粘连的那个纤维化的部分给撕裂掉，所以训练过程会有酸痛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撕裂完以后重组，它的50肩就好了。我训练太多银发族跟上班族，很多人都因此而受益。那腰酸背痛呢，是下腹部我们肚子这一块肌肉，它的正后方是哪里？就是腰。所以你会腰酸背痛是跟你的腹部核心弱化也有关，因为身体的正面肌肉不好，你的背不会好。那腰酸背痛，老人家还会有膝盖不舒服，所以当你的髋关节退化，你的膝关节会跟着退化。所以你把核心练好以后，这些肌肉练好，我保证你所有膝盖都活起来，髋也活起来。但我想要请志祺看能不能额外分享一个东西，因为我听说你现在除了超慢跑之外，还有在尝试一个东西叫做 Zone 2的。其实有点接近，对 Zone 2它就是一样是锻炼立腺体啊，然后让你的心跳维持在那个区间，因为它就是有 Zone 1、Zone 2、Zone 3，因为比较粗浅的分，它就是中间的这个区间而已，就让你算是燃脂的效率比较大的一种运动，然后同时去锻炼你的立腺体，然后跟再生这样。像超慢跑再激烈一点点，可能就算是Zone 2了。其实Zone 2跟超慢跑差没有多少，对，一点点而已。我记得心跳可能刚刚讲到110，大概跑到120，以我来说，大概是120多一点点，大概就已经算了。所以就代表其实你训练之后，你的心脏会越来越强大，但你只要一直能够维持做一些让你的心跳能够维持在110、120的运动，对你来说都是可以持续有帮助。它就是要让它动，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些肩颈或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做太久了，然后当我们做太久的时候，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它会僵硬或卡住，或者是它就不需要，然后你就失去了一个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的一个生物性吧。我最近有这种想法，所以就开始想说，好，我就是要动。那这个动不是很激烈的，而是我要尽可能的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是在活动，然后增加我的耗能的这样子。对，那教练最后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跟我们自己奇奇的观众分享的吗？很感谢志祺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其实我这2-3年来推展这个运动，因为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嘛，每一个媒体都有不同的受众，也就是听众了那我会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们要健康的活下来嘛？假如说你想要健康的活下来，你现在越早投资自己越好，
而这投资呢，也就是说你要找到好的运动模式。不喜欢运动的，你就试看看超慢跑。然后呢，超慢跑可以陪伴你追剧、看球赛。我想这应该没有比这更懒的运动了吧？好，那我们假如说透过这样简单的心肺功能训练，就超慢跑、有氧运动，锻炼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建议你在适度的想要改善你的肩颈、腰酸背痛、膝盖不舒服的话，你就做一些核心肌肉训练。我们只要认识这些身体的重量其实够重了，你只要好好去做你每一块肌肉的刺激，我相信对你未来生活啦、行动啦会有很大改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徐东英教练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呢就挑战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大家拜拜。